我知道许多的瓜友们纷纷敲碗，就是要看句句背瓜。好，我今天算是半有诚意啊。那时候我每天半夜3点要起床，就要起来熬杏仁茶，一般人喜欢常喝的那种乌梅汁，就是在市场上都很硬不是一个大众喜好的东西，还是一个会倒的饮料店。我的女儿呢，她在3岁的时候就已经去当小天使了。对，她在生产过程当中有发生，就是医师误判了剖腹时机，她就告诉我们说，她没有视力，没有听力，那她也没有办法自己进食。那时候我其实在照顾女儿的时候，常常都会觉得说，以后没有机会看她就是长大，然后跟像一般女孩子一样可以。哦天啊，我不行。然后也没有办法牵她的手去走红地毯，这些所有的想象都是就是失去。好难过哦。对，我没有办法想象我女儿躺在那边，然后没有人去抱她的那种状态。所以的确，当时候我就跟她说，请你教我怎么照顾这样的孩子，然后我要把她学会，学会之后我自己带回家顾。身体的伤，痧会知道。我是慧君，我是你的刮痧治疗师，欢迎再次回到刮痧会客室。在过去的影片当中呢，我知道许多的瓜友们纷纷敲碗，就是要看句句背瓜。好，我今天算是半有诚意啊。其实，在疫情之前呢，我跑了非常多的讲座，不管是在企业界啊，或者是中医诊所，或者是中医学系、后中医学系等等的。那很多人对于一个物理治疗师呢，可能3代的经验，然后要把刮痧变成一件很科学化的事情，都会感到，到底是怎么把它变的呢？那我今天呢，邀请到志同道合的同道中人啊，他本身呢是2代，虽然说没有医疗相关的背景，因为就像我一样，虽然我发展刮痧，但是呢，我们刚好分数都没有考到啊。可是我们后来呢，也是把它经营得很不错哦。那我们等一下就来欢迎我们六福堂的中医执行长，以及我们的杏树管理的创办人宇恩，要来跟大家分享他如何跟我一样，把传统的中医老歌新唱，蹦的一下变成非常现代化的经营。让我们一起欢迎宇恩。老规矩要记得在看之前帮我们订阅一下，如果没有订阅的话，来爸爸怎么样？我的针灸真的多插几针，多插几针。去他们家诊所服务的话，多插几针，加量不加价。听起来怎么好像不错？嗨，宇恩，真久没看，你要跟大家 say hi 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宇恩。他那时候诊所刚开始重新装潢，然后那时候我就有去拜访他。对。然后原本我们本来是想要有所就是刮痧方面的结合，是。但是因为我们家实在派不出人手，所以后来我们就一直悬荡在这边。2年过去了，都还好吗？都还好。其实当时候来找你，当时候有做了一个决定，我想要开始就是发展中医连锁。为什么你想要开成连锁？为什么你也是那种不安分于可能原本的2家这样就好了？你是怎么想这件事情的？这样讲好了，应该说在经营中医诊所过程当中，一定会有遇到一些挑战跟困难，然后同时也会去思考说未来5年、10年我应该要去到哪里。所以其实中间过程当中我尝试了蛮多事情的，所以我中间过程当中其实有去开了就是餐饮。对，我去开了一间汉方饮料店。那时候我每天半夜3点要起床，就要起来熬杏仁茶，自己熬。对对对，我自己熬。对，为什么是杏仁茶？因为现代人很多有支气管的一个部分的疾病嘛。对，那像杏仁常常会被拿来用来舒缓这个部分。那而且它跟中医又是有很连结性的，还有一般人喜欢常喝的那种乌梅汁，就是在市场上都很硬就是。对，喜欢现茶，对，不是一个大众喜好的东西，还是一个会倒的饮料店。那个是我刚经营诊所2年左右的时间，我去做的一个尝试。我很好奇，对于你来讲，一个非医疗人在接管诊所的时候，你觉得那个困境是什么？我小时候就是被我爸灌输一个观念啦，就是如果你要做医疗，你自己要是医生。我在求学过程当中，的确就是以中医师考试为目标。对，好，但我考了2次，都差了5分。那第2次放榜的时候呢，我就在思考说，好，那我或许转个念。
我来走经营管理这一条路。所以其实我大学的时候读的不是医学相关的科系，我读的是电子物理。对，我其实是工学院毕业的，那时候学到的逻辑跟概念，其实就是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，简单的事情呢把它系统化，系统的事情让它自动化，复杂的事情简单化，对，简单的事情系统化，系统化的事情就让它自动化。对对对，其实这是工学院的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啊。对，然后我就用这个角度去看待中医诊所这个产业，因为医疗产业它说真的，它其实蛮封闭的。那它对于商业的一些思维跟做法上，比较没有像现在很多产业快速发展跟数位化过程当中，它算是步调慢的。我就在思考如何把医疗院所的营运做传统创新。那目标其实是希望说，透过医务管理这样的一个方式，去让医疗院所在有限的时间跟资金还有资源的情况下，去如何做到医疗的流程跟服务还有品质最大效益。对，没错。让医疗人员也不要因为现在的健保体制是，然后被病人整个压垮了。那病人也可以除了就是健保以外，其实我们也可以获得更好的全方面的照顾。的确是。因为就我所知，你目前除了中医诊所就是2家整合为1家，对，然后很主体化的经营之外，你其实还有搭配像传统整复，没错。然后以及还有中药房，还有肌力体能训练中心。所以其实也是一个很现代化的经营的策略。是，对。那我想要问，就是在你这个创新的过程当中，你觉得你保留了传统中医的什么？你觉得那个东西是你一定要守着的？你希望它加入的是什么样的活水？我在开办杏树的时候，就是在思考它，就负责经营中医诊所。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一定要去思考它的定位。我们就订立了几个目标。我们主要的经营方向有3块。第一个，中医医疗是我们的根本。好，中医它是一门中庸的医学。好，它讲究的其实是一种和谐的状态，人与自然的和谐，人与自己的和谐，人与他人的和谐。没错。你知道其实戏剧也是这个吗？真的吗？我大学的时候我上戏剧课 ，OK， 他们一开始一定都是肢体展现，然后把你的就是肢体，你要熟悉你的身体。接下来你会在空间当中乱跑，因为你必须要去熟悉那个环境。没错。所以其实，在戏剧的角度切入，也是自己跟自己，自己跟别人，自己跟环境，没错，就是把它整个整理在一起。对啊，所以其实我们在追求的是一种中庸和谐的状态。好，然后那站在这个基础点上呢，去推广中医思维。那因为中医它其实是一门实践科学，数千年来它去证明说，如何去照顾人体健康。那不管是从医疗的角度、作息的角度，还是从饮食的层面，甚至是它会去 care 到身心灵，都能够运用在生活中，证明它有效。这个会是我们发展的一个根本。就让它融入生活里面。没错，所以进一步我们就会从中医医疗本身去带到所谓的汉方生活。汉方有很多体验嘛，不管是服务也好，服务可能包含比如坐月子，然后转骨啊、调理啊、食补啊、药补等等。对，那生活中一些可以运用到的一些药材，都可以来促进体质的健康。那第3块呢，就是我们想要整合现代科学。你要去跟现代人谈作息太难，多数人都晚睡。那你要他吃的健康也很难，你太多美食的诱惑，或者是太忙，没错，没时间好好吃顿饭。对，其实当人们身体出现一些状况的时候，那他就需要找到手段跟管道来解决跟排除嘛，才能够回到生活的常轨上面。我们就在思考说，那不能谈作息，不能谈怎么吃得好的话，那我们来谈营养跟运动。我经营中医诊所9年了。我们每天在诊所一线现场看到的状态就是，多数人现代人因为很多退化性疾病、慢性病，造成了很多困扰，他会常常身体不知名的疼痛，可是去治疗完之后，对他会好个2-3天，但他又会复原，因为他还是没有改变他的生活方式。没错，我就在思考诊间以外跟诊间以前我可以做什么。那后来就思考说，好，那我们来做营养科学跟运动肌力体能训练的推广，加入了新的元素啦，然后也让这个人不是只有在医疗的现场，而是他进来之前，其实我们的服务就已经可以保护他了。那他来看完诊之后，除了吃药、针灸之外，那我是不是可以给他一点运动的处方，让他回去可以增加他的肌力？因为其实随着人的老化，其实都会骨质疏松或者是肌少症，这就是老化。所以除了平常大家要存钱以外，其实你的肌肉也是要继续存。像我女儿现在越来越重，10几公斤，我就觉得我不太行。
但是宇恩已经有一个小孩，准备要上国小了，对，好羡所以慕。但好像又是另外一个 concept。我就问一个小孩30岁，我就说，你觉得父母亲就是在小孩几岁的时候是最可怕的？然后他就跟我说2、3岁，然后他后面再补一句说，可是我后来问到了5、6岁，他会说5、6岁，然后国小会说国小，然后到青少年的父母他就会说青少年，因为他会叛逆。我想说哇 ，never ending 哎，真的。不过我自己觉得每个阶段都有它很可爱的地方了，对啊。但是当然一定也会有让我们会发生失控的时候，但是多数时候你去看小孩的时候，你还是会觉得那是一种很温暖的感觉。宇恩很不一样的地方是，你看他年轻有为，他真的长得算帅气，不用太羡慕。我不敢这样讲。特别的地方是他其实很早就结婚，到23岁的时候结婚，因为他刚刚跟我说他23岁之后结婚，对，然后在26岁的时候生小孩，对，怎么这么早就好像有点想不开的感觉？我觉得跟我本身的性格有关。那时候对我来说，我想要拥有自己的家庭，让自己的人生有一个圆满的感觉啊。这也跟我喜欢经营综艺有关。我喜欢追求和谐跟圆满的状态。然后你后来也是有一个，对，其实应该算是2个。然后刚提到在国小那个其实是儿子。我有2个孩子，不过我的女儿呢，她在3岁的时候就已经去当小天使了。对，她在生产过程当中有发生，就是医师误判了剖腹时机，导致她出生的时候已经缺氧8分钟，其实是在未被告知的情况下被抢救，他们没有第一时间出来反映这件事情。但过程当中因为缺氧太久，所以其实出来之后，医师在做一个检查的时候就发现他大脑很多脑细胞都已经坏死，比较严重的脑性麻痹的小孩。对，没错。所以其实，在做医师总报告的时候，他就告诉我们说，他没有视力，没有听力，那他也没有办法自己进食。他唯一剩下的一个能够跟人互动的，就算是触觉嘛，对，然后以及剩下他能够做的反应，其实算是透过哭来传达他的一个需要。所以其实我跟他互动的方式都是透过怀抱，然后去跟他做肢体的接触，那是静静的把他抱在怀里。可是因为脑性麻痹的小孩，他们的大脑会一直放电，他会一直弯折自己的身体，对，所以其实我自己过了大概坐着睡觉长达半年以上的生活。你说抱着他睡？对，因为他会不定时的发作。虽然他有服用就是抗癫痫的药物，一天大概要服用6次，然后又加上要管灌喂食。那像这一类的孩子，通常就是被称呼一个绰号叫做大象宝宝，因为他们会从鼻子放那个鼻胃管。好，每天我们要帮他反复的放到鼻腔里头，然后进到胃里面，然后再透过鼻胃管去做，就是喂他喝奶奶这件事情，所以他的进食方式跟一般的孩子其实就不一样。那我曾经为了体会就是他的感觉，我也自己尝试去放那个鼻胃管。你也自己放？没错，我就自己试着放，可是真的非常不舒服。对啊，对，所以其实你每天在反复帮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自己心里都是痛的啦，因为你知道他有多不舒服。对，我觉得在出生的那个当下就会很晴天霹雳。的确，对，对我来说，那一天我的人生就彻底转变。那真的非常可怕。对，我自己有小孩，我觉得那真的很痛，那非常非常痛。对，你对生活所有美好的想象就是破灭的。那时候我其实在照顾女儿的时候，常常都会觉得说，以后没有机会看她就是长大，然后跟像一般女孩子一样可以。哦天啊，我不行。然后也没有办法牵她的手去走红地毯，这些所有的想象都是就是失去。好难过。对，所以当时我每天就是我会往来加护病房去照顾她。我每天有2个时段可以进去探视她，因为她在儿童的 ICU，那我就每天进去帮她按摩，然后刺激她的四肢，然后跟她讲话，唱歌给她听，然后开始学怎么照顾重症的孩子，要学会怎么帮她抽痰、拍痰，然后管灌喂食，然后急救，学会之后还要带回家自己照顾。对，那当时候其实护理师们他们都会说，他们看过太多这样的家庭，父母双方其中一人可能累垮，然后再不然就是有人因此而离婚分开，所以他们当时候其实给我们一个很沉重的建议，他说建议你送往长照机构，然后你们去开启你们的人生。可是当时候我就跟他说，我没有办法想象我女儿躺在那边，然后没有人去抱她的那种状态。对，所以我就会负责他的生理的需求，可是没错，却没有办法给他
对啊，父亲的爱，妈妈的爱。所以的确，当时候我就跟他说，请你教我怎么照顾这样的孩子，然后我要把他学会。学会之后，我自己带回家顾。所以其实当时候就是跟当时候的太太2个人，就是把孩子接回家之后，承担起那个责任。所以我才会说，我当时候一天我睡不到1个半小时，那就是用轮班的方式。我从比如说5、6点下班，然后顾到早上5、6点，然后他再顾到我下班为止，就是这样一直轮番的去照料他。那个过程其实真的是蛮辛苦的，那也不知道怎么撑过来的。而且我有一段时间其实看到正常的小孩我会抗拒，尤其是小女生。你看到她，然后再想想自己的女儿的时候，就会觉得为什么我的女儿没有办法？对，像她这样很开心的跑跳，然后舒服，对，自然的，对啊。所以其实那一段时间就会对很多人生想要做的事情，你会无从去想象起。你只想的就是我如何过好今天，然后把他照顾好，不要遇到任何意外。因为像这一类孩子，他可能一口痰咳不出来，我就要想办法抽痰，又抽不出来，血氧机旁边的指示就会从100、90一路向下降，好几次可能有感染或对，没错，反复的吸入性肺炎，不断的进出加护病房。我那时候几乎过年过节，反正任何的节日，我几乎都在医院度过。因为可能他需要抢救、急救，然后加护病房转到一般病房陪伴照顾。基本上我有一半的时间就是睡在医院里面，然后另外一半的时间想办法去在诊所里头努力的工作。因为当时候像这样的小朋友刚出生就遇到意外，其实不会有任何保险公司是能够去承担的。父母亲的负担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大。的确，对，所以那时候就你要能够适时的排解自己的压力。可是说真的，那种压力是排解不掉。而且你那时候才20几岁。对，你每天就是要想办法把这个孩子照顾好，然后金钱压力也很大，因为每次进出加护病房出来，那个刷卡单一出来就20-30万。20-30万，边求生存，一部分的医材耗材它是可以透过健保给付，对，可是多数的就会是自费的治疗。说真的，在台湾有健保资源是很幸福的啦，有感受到所谓台湾健保的一个照顾。不然如果全部自费的话，那一定都是每一次都是几十万、上百万的一个。对，我其实也去求神拜佛，对我去了一间庙宇，他就跟我说，哦，你跟你女儿7世7个辈子都有渊源。对，然后他就说，哦，你以前就是有伤害过你女儿这样，对，然后我那时候后面很多信众，我那时候就跪在那边，然后听着他说，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做过的事情，然后后面我就觉得那个目光很灼热，就觉得我的背在燃烧，因为麻烦大家好好说话好吗？就他已经照顾成这样，然后你还要说他上辈子怎样，他压根就忘记了好吗？然后后来他就说，那你要这盖，然后你要花20-30万，立刻眼泪都要丢回去，要 OK。对，然后再来他就告诉我说，那接下来你每天要拿着你女儿的衣服，要站在你家的阳台，然后半夜12点的时候，东西南北4个方位要念一段咒语。这超可怕，那个路人应该会吓死吧？对，我应该会吓到，半夜12点，然后拿来一个小朋友的衣服，对，毛骨悚然。的确是毛骨悚然，所以我也只敢在我家阳台做。好可怕哦！然后呢？对，但是当时候就是你什么都愿意尝试，因为不管是有形的、无形的，只要有机会让他不要这么痛苦，对我什么都做了，对，但是换来的是接下来一样又一次的感染，再一次的感染，再进出加护病房。后来我就放弃了那个想法跟念头，就打醒自己了，就是知道说，因为都做了，但后来还是一样。对，那我刚刚有提到我很幸运一件事情，我遇到一个医生，他被马街的人称之为早产儿之母。他叫许琼新，对，许医师。那许医师他做到什么程度呢？他经常到半夜3点5点都还在重症加护病房观看孩子，照看孩子，甚至他会去怀抱那些重症的孩子，他就这样静静的抱着，坐在那1个小时。我的女儿就曾经被他这样抱过，就那医师半夜去发现他发作，他就把他抱起来，就这样坐着。那刚好我去探视，我就看到，当时他跟我讲一句话，因为那时候我不放弃任何机会，我带他去做复健、做早疗。然后许医师跟我说，他说：“爸爸，这样的孩子，他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吃得下跟睡得着，你就让他可以开始使用能够镇静的药物。”肌肉松弛的药物，我开始让他吃肌肉松弛剂，然后开始有神经镇静的药物，他开始睡得着了，然后癫痫发作频率下降。从那一天开始，我才能真正睡上一觉。
我女儿也才能真正睡上一觉。就你也放过你自己。没错，对，所以后来我们就开始进入一个比较正常的生活，但是当然也离不开，一定要有一个人负责照顾着，对，所以其实也称不上完全正常，对，但是至少我不用提心吊胆说他什么时候会发作，有没有人照看这样，对，那个幸运就是遇到一个好医生，对，因为医生缘也蛮重要的，对，这边也非常感谢，就是所有的辛苦的医疗人员，对，然后包含有一些像教练，像我们之前是水队，有的时候教练或医生们对待自己的个案，然后还有选手，其实陪伴的时间都比他们的孩子还要来得多。的确，因为有时候毕竟可能小朋友都很健康的成长啊，然后另外一个是他可能躺在那边，然后可能像女儿她可能在癫痫发作的同时，医生其实都是有那个慈爱的，就抚别人之苦的那个心，感同身受的心。可是也就是提醒大家都要把自己照顾好。没错。那后来也就是老天爷的安排，那后来女儿也到了另外一个世界，去过她的生活，重启她的人生。对，然后你也有一个儿子，对，那是一个非常活泼健康的小男孩。所以其实对于父母亲来讲，我觉得，因为我自己也是个妈妈，我可以想象你可不可以陪伴他成长，然后你也会看别的小孩，会觉得啊，为什么我们家的却是在那边承受着别人没有办法理解的痛苦。对，那不管是就是在经营诊所的辛苦，或者是陪伴女儿在那几年当中身体的辛劳，然后还有内心的压力，其实我觉得都让你蜕变成一个更加很成熟，或是内心更加柔软，或者是那个跟人的和谐，其实那个都是无法磨灭的过程，然后也都会变成你生命当中的养分。接下来，因为我们再来就要来刮痧了，那也希望可以来看看宇恩哦，他这么的有想法，然后也很有担当。我也希望就是可以透过刮痧，然后可以让你的身体比较好一点，然后可以放松一下。好，那我都始终相信，好的人应该要长命百岁，是，因为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教育我们的下一代要成为好人嘛。的确，如果一个好人他过得穷途潦倒，很可怜，其实这样很奇怪吧？的确，对，要发挥好的影响力啊。对，要发挥好影响力，而且要让自己是舒服的。是，然后当我们今天很好的时候，别人就会被我们吸引，就会走入到一个善循环里面。的确。那我们现在就要来开锅喽。好，忍耐一下，因为这边我觉得有，这边应该是很黑的。哦，还可以吗？大概整个后面就超烫的，这应该是你最痛的，这是最痛的地方，所以代表腰其实承受了非常多。超黑，这个色号跟这个色号又不一样了。我终于懂为什么需要这张椅子，快要把它捏爆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慧君。假设说你看完了之后，你很好奇你自己的痧图如何，那我们台湾北中南都有据点，那欢迎大家可以来找我们刮痧，我来学刮痧，或者是购买刮痧器具，一起刮痧护家，用爱刮痧哦。